么还在啊？以后我的事，希望你不要管，自己可以处理好。怎么？这都最后了，还是不愿意相信我？你相信我吗？你到现在都在为 AC 的事情生气，不是吗？你到底知不知道你做这件事情风险有多大？对，成功了就可以自以为是。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你失败了，我们大家所有人、所有团队里面每一个人付出的努力全部都泡汤了，不是这样做很自私吗？我当然知道这风险有多大，我比任何人都知道它存在很大的风险，但是所有的努力都一定会伴随着风险，不是说努力就一定会有回报的。但是我不能因为它有风险，不能因为它也许会变为泡影，我就不去努力。不好意思，我成功了。如果我没成功，你会说什么？你一定会说，你看，我说什么，你不相信吧？结果呢？你是因为这个生气，你是因为我没有成全，你想要普渡我的清高，为难你了。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一样，什么爱啊，喜欢啊，唯一啊，我没了你不能活啊，这些不是对方有多需要，只是你自己需要罢了。你也看见了，今天费总的葬礼，现场有多少人是真真正正因为他的死而感到悲伤难过的？其实真正在乎他死的，反而是我，这种天天盼着他死的人。我现在想想，他还挺可怜的，辛辛苦苦，努力打下这个江山，不是说瓜分就这样瓜分了吗？我说他很可怜，但是想想，也许我死的时候比他更可怜。如果你真的是这么想的话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们这样一路走过来，我想明白很多事情。你路远洋需要的是那种假装乖巧，在你忙的时候，可以自己找时间去买包、去做 SPA、见闺蜜；在你空的时候，还可以像一个小动物一样的陪在你旁边。招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你需要的是那样的女孩，但很抱歉，我不是，我也不可能是。也许我真的不是你对的那个人，所以我请你不要再帮我了。如果你已经看见我溺水了，我不奢望你救我。但是，请你不要一而再、再而三地把我的头往水下按，那样真的很难受。我负责的项目还在运转吗？没听陆总说有什么变化。那好，继续忙吧，有什么事通知我。哎。
远洋啊，我真是没看错你哈。你看，当初啊，我就跟老费说，我说只有你陆远洋，才是能跟他一起打江山的忠臣。哼，哎呀，可是我没想到啊，老费去得这么快。我们那个女儿菲安娜，这孩子的性格那么的软弱。我更没想到的是，这2个人的不幸倒是成就了你，让你占了便宜啊！费太，您坐的舒服吗？哼，我很舒服。您就是要跟我说这些的，我都觉得我说了好多次了，我就再说一次啊。远洋特别感谢你当初给我一个机会，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过我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次，我欠费家的应该都已经还清了吧？菲欧娜她最后的股权分割是按照她自己的意思，那费董在遗嘱里面没有把任何股份分给您，这也是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，怎么就是我占了便宜呢？你觉得你欠费家的已经还清了哈？那你觉得我跟老费2个人白手起家打拼到现在，他临了一杯羹都没分给我，这个很公平对吗？最令我不能忍受的是，你居然把林天海的女儿弄到这里来为虎作伥。费太，如果您对费总的决定有意见，那你应该去跟他商量，您跟我商量没用啊。我是觉得呢，该给您都给您了，而且我觉得费总会把股份给菲欧娜，而且是所有的股份，是因为他希望你对他尽责任吧。哼，你们离婚以后你就没管过他，而且你平时这么想要跟加维斯，现在突然间这么关心我们，我不太习惯，真的。我真不知道，那个姓林的小妖精，给你和老费都洗了什么脑？而且他那么快就窜到了董秘的位置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姓林的，早晚得给我滚蛋。我等他滚蛋了，再来处理你。费太，乔安的手段你应该最清楚了，因为您跟费总当初就是用同样的方法去把别人公司抢过来的。如果您真有什么本事要开除乔安的话，那我就继续站着您听您唠叨；如果没有，我还真挺忙的。要不你先请回，我就不送了。岳阳啊，我希望有一件事儿，你始终要弄清楚。菲安娜是我的女儿，我的亲生女儿，我是她亲妈。她的血管里流着可是我的血，这是换不掉的。而你呢？你只不过是费家的一条狗。是啊，有时候人还不如狗啊。说对了，人就是不如狗。我希望你能永远记住这句话：人不如一条狗。啊，刘佳，哎，过来一下。你让乔总监一个人来会议室开会。啊。公司的几个总监正准备找乔安去开会呢。都有谁啊？销售部的宋北，企划部的 Eric， 还有人事部的张重阳，还有财务部的秦昊，都是持股的主管呐。他们只找了乔安一个人来吗？是。
飞太呢？飞太没来。会议室里面我先去应付啊。好，你呢，帮我想办法通知乔安。哎，乔安，让他准备一下。哎，好，别紧张。好，乔安。不好意思，各位开会呢。哦，开个小会。工作上面的事情呢，我不会干涉你们，我就是来通知各位，2天以后呢，有个高层表决，我们要决定一下创业部总监乔安的去留。在座的各位呢，都是奥里斯的重要人物，也都是除了我跟飞太以外的大股东，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各位的想法，不知道各位考虑的怎么样？陆总，我们还没考虑好。对，我们还需要考虑。是的，我们还得考虑一下。那就赶紧考虑吧。我就直话直说吧，我怎么看着乔安过来的，就是怎么看你们过来的。如果你们找得到理由去解聘乔安，我相信我能找到更多。而且飞太应该已经找过你们吧？宋总监，就上个季度销售额没完成的事情，大家都还记得吗？陆总，您说这个可就有点……是，我知道，在座的各位呢，都不需要钱，跟飞太合作是能马上拿到一笔快钱。可是各位都是事业上升期，你们拿这个钱干嘛呢？退休啊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笔钱我出，看你们是要退休养老、环游世界都可以，好吗？陆总，现在不是费董独当一面的时候了，也不是您独当一面了。我们自己对员工的评判自己有数，您不必来提醒我们。是。江总监，乔安脱离不了关系的事情，你也脱离不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打扰你们开会了，就麻烦你们多考虑一下。谢谢。哎呦我天，你去哪儿了？我找你都快疯了！等等，别着急，慢慢说。事情现在是这样的，公司的5、6个总监在小会议室等你。等我？对啊，就等你。哪些总监？财务总监、行政总监，还有销售部总监。费太没有在，陆总也知道这件事情，他让你早做准备。知道了。乔安，以前我在公司没人重视我，自从你来了之后，有人愿意用正眼看我，愿意用我的方案。如果公司真的把你开除了，我也不在奥里斯干了。说什么呢？你觉得我会被开除？不会。就凭他们？谢谢你在这个时候还要通知我。放心吧。加油！如果他们的问题太刁难的话，你就当不知道。各位好。乔总监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您请说。创意部总监乔安在奥里斯任职以来，具体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：违规操作，破坏奥里斯的商业原则，让公司的整个形象和信誉损坏极低，私自以公司名义与客户合作。在奥里斯与竞争的众多公司的项目中，你不止一次的提出降价，以争取订单。降价是一项危害性极大的行为，极大的伤害了公司的品牌价值和市场定位。乔安，你的工作热情和能力呢，
是有目共睹的，但是你的商业价值观呢，可能有些问题。你总是以商业利益呢为你的行为出发点，只要能够获利，哪怕做出一些超出常规的事情，你也理所当然。但是你要知道，我们这可是一家国际化的大公司。说完了吗？还有吗？在座的各位，都是我很敬重的。但是不得不说，你们不是冲到最前面去跟其他公司 PK 的人，但我是。现在 case 拿到了，公司转危为安了，我们发得起工资了。现在你们来责备我，说我违反公司规定了，做错了。你们知道当时奥里斯有多么危险吗？我们远的不说，我们就说 AC 跟佳杰的案子。如果我们当时的情况不接下这个单子的话，我们奥里斯就破产了。财务总监，你对整件事应该非常了解，是你亲口告诉我们可以接受被收购。什么意思？被收购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的意思就是，不论是财务总监、人事总监、销售总监，任何总监都不在了，因为奥里斯就不在了。你们今天还可以坐在这跟我开会。还有，你们说我损坏公司的形象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奥里斯的宗旨跟原则都是什么？你们有谁可以回答我吗？我从入职第一刻开始，我就牢牢记在心里，以保护客户利益为最高目标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当我们自己的利益跟客户的利益起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可以采用降价的方法，让客户的利益尽量最大化？当我在竞争当中用到这个手段的时候，你们说什么？我毁坏公司形象了，我损害公司利益了。你们只看到了一面，而另一面呢，就是客户的利益的确最大化了，并且让客户觉得跟我们奥里斯的合作是非常满意的。那你们凭什么只看到硬币的一面，而把另一面狠狠地拍在桌上？对于你们的指控，不想解释更多。但是我想要说，这些决定既然已经做了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和决定。你们不要想要以攻击我的形式让我说出陆总任何在工作上的疏漏。这招 Steven 早就已经用烂了。另外，我是绝对不会走的。如果我要走，在 Steven 3番5次邀约的情况下，我就已经走了。对了，为什么你们没有跟他去灵美呢？是不是因为能力不够 ，Steven 看不上你？我要说的就是这些。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先走。哎哎，谁呀？哦，我屁股被你妈！他们其实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
袖手旁观不可怕，冷嘲热讽也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无论怎么做，都没有办法找到那把钥匙，打开他心里的门。小姐你好，这是您的沙拉。先生，您的咖啡。服务员，等一下。你就吃这么一点啊？再帮我加份牛排，还有一个 brownie， 快一点。好的。不用了，我吃不了那么多。不多吃一点，怎么会有力气跟他们吵架呢？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，你从冯妙妙那里离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这么见面的。开始回忆往昔了。你的意思就是我该走了呗？我从来就不认为你会走。打从你从冯淼淼公司来这边的第一天，我就断定你非常适合这个行业。你能够来，是奥里斯的幸运。现在不用来跟我说这些，我们两个之间也不过就是彼此利用的关系。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吧？好，就算是这样吧。上一次火灾，你救过我，我欠你。我这个人喜欢欠别人，这一次就当我还你一次，之后我们俩就互不相欠了。你相信我，这一次我一定会把你留下的。这一次。我不会抽。您好1号贵宾室。好的，这边请。Steven， 费太太，感谢闪光啊，请坐。哎，说实话，这间包房是我1个月以前订的。我正担心您如果不来的话，岂不是浪费了？费太太，你有心了。这么早就想要跟我们合作了吗？当然，我跟老费这么多年啊，从他一无所有就开始跟他打拼，到现在把奥里斯都买下来了。可我的结果呢？就说是没有功劳在，还有苦劳在吧。可结果呢？他却一脚把我蹬了，哼，让我颜面扫地。他倒在外头花天酒地的。说老实话，这一切都应该是我的。费太太说的是，费太太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，可不是一个20出头的小明星能取代的。所以呀，我就说我那个傻女儿费安娜
你说这么大的产业，他就把股份白白的让出去了，这事儿他也能同意？我知道我这个女儿啊，就是太单纯了，可我是她妈妈，我得为她的未来着想，我得为她把东西争回来，您说是吗？您就别担心了，等林梅把奥利斯收购了，最后那些钱不还是你和费娜的吗？也不那么简单啦。这个陆远洋现在正在跟我对着干。告诉你实话，我的股份跟他差不多，所以我真要搞定他，还是要费一番周折的。我昨天跟你在电话里说的事，你说了吗？有啊，我都做了。我给每一个高管都发了一个大大的红包。哦，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，什么孩子要上学呀，要找老师啊，我通通给他们办了。那就好，他们不会不干的。乔安跟陆远洋再死命干活，也比不上人民币的诱惑。这个陆远洋现在死命的保乔安呐，我是担心，万一他真的说动了那些股东，我是说万一啊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这就更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还不明白吗？AC 这个广告，乔安是背着奥里斯自己搞的。这通罪是板上钉钉，谁也救不下来。如果陆远洋非要把他保下来的话，那我们就说他是为了私下勾当，方便走账。到时候陆远洋这个 CEO 还能干下去吗？斯蒂文果然是技高一筹。陆远洋到现在他还不明白自己在自掘坟墓啊！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压倒性的最后一根稻草。那我们大约有几成把握？啊，好，谢谢你啊。我再打给你啊。你就别再拉拢他们了，好吗？离开会还有10分钟，还有希望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这样不但保不了乔安，还把自己搭进去了。费太随便说一些话你就当真了？费太就是要看你拼命的保乔安，你保的越厉害，他手里的把柄就越牢固。这个把柄不是乔安的，是你的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费太的目标不是乔安，是你。没有什么好怕的，该来的还是会来嘛。忘了《无间道》。老大，现在不是感情用事的时候，外面这么多双眼睛都在看着呢，这么大的圈套，你一定要往里跳吗？你一旦被算计了，跟着你这么多年的兄弟怎么办？你这么多年的努力全都白费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平时挺理智的，怎么一到关键时刻糊涂成这样啊？先别骂我。什么是输啊？什么是赢？在我们这一行啊，斗争永远都会存在，不会停止。我们斗得过这一次，也许斗不过下一次。我呢是这么觉得，尽我们所能去保护我们想保护的人，这才是赢。说什么都没用是吧？我是不是说什么都没用？喂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，谢谢啊。
飞太想把奥里斯卖给林磊。今天让各位都聚在这儿，主要是想讨论一下创意部总监乔安的去留问题。今天我们公司的高层都聚集在这里，就是为了讨论一项匿名举报。经举报，奥里斯公司现任创意部总监乔安有损公司形象、暗箱操作、勾结竞争对手等几项不良行为，不适合继续在奥里斯工作。几位部门总监也与乔安沟通过，沟通的情况我已经在会前通报给大家了。由于分歧较大，我们今天不得不在这里以现场表决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，也请乔小姐见谅。如果乔安的支持票多数，那么以后任何反对的声音都不允许再出现。奥里斯必须是一个相互支持、信任的团队。如果反对票是多数，那就只好请你另谋高就了。大家对这个方案有异议吗？如果没有异议的话，现在就表决。不用投了。我身为奥里斯的 CEO， 应该要发表一下我的意见。乔安小姐身为奥里斯的创意总监，应该以身作则。现在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，不仅仅给个人造成了污点，也影响到了公司，让外界对奥里斯产生了质疑。所以我宣布，开除乔安，立刻执行。乔小姐，财务部3个月以后会把你工资补给你。不用了。乔小姐留步。乔小姐，按照奥里斯公司的规定，被开除的员工不可以带走任何关于客户的资料。因此，我们现在不能保证你身上就没有客户的重要信息。备胎，我所有的客户资料都在手机里，我留下。等等，这么重要的信息，我不相信你就没有拷贝。Jenny， 是。搜一下乔小姐的身上，不能让她把一片纸带出这个房间。你试试。备胎，会不会太过分了？陆总，你不会这么健忘吧？这个乔安在曼萨公司做年度大秀的时候，是怎么从你手里偷走的嘉宾名单的？这么快就不记得了？对这种劣迹斑斑的人，我们不得不提防，得多个心眼儿。搜。是。既然废胎这么不相信我，那就搜啊。你们谁来？你不配。在座的有谁来搜？还是废胎想亲自动手？哼！既然没人敢搜，没关系，我自己来。
够了没啊？费谈，你满意了吗？多谢各位对乔安的照顾。乔安先走。陆总，要不然散会吧。散。费谈，你太过分了。乔安，乔安。拿过来。交给你。不要跟着我！你闹够了没有？闹够了没有啊？放开我！我闹什么了？我能闹什么？这件事情跟我们之前想象的不一样，相信我，相信我行吗？相信？跟我说相信？我之前哪一次没有相信你？你哪一次没有出卖我啊？相信在你嘴巴里面怎么可以说的这么轻易啊？陆妍妍，我现在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一无所有，我玩不起了，我不玩了，行不行啊？好，对不起。不要说对不起，你没有做错什么，是我错了。在你眼里，这就是一场游戏，我却让你拿真心来换，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承认我之前骗过你，但是我对你感觉是真的，我爱你是真的，乔安，我爱你，爱你。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我逢场作戏了这么久，是我自己入戏太深，我把我自己都感动了，我把我自己都骗了，我怎么能怪你骗我呢？你怎么样才相信我？难道你要我死才相信我吗？啊？那你就去死啊！
有女王气场，胆小鬼才装。再昂贵的衣裳，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？没有他一样善良。我用微笑对抗满身的伤，在黑夜里当也寻找光芒。就算时光闹也不会绝望，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冲。开始 Say come on， 我踩着高跟鞋莫贝诺，开嗓 Sing along， 别啰嗦什么梦想，想赢就别怕受伤。Keep calm and carry on， 嘴角微微上扬，任性的嚣张。Keep calm and carry on， 打败你易如反掌，不负欢迎来讲。谁比谁更漂亮？谁比谁更有女王气场？胆小鬼才装。再昂贵的衣裳，不喜欢丢掉又有何妨？没有他一样善良。我用微笑对抗满身的伤，在黑夜里当也寻找光芒。就算时光闹也不会绝望，只要想要的我就会一直向前冲。开始 Say come on， 我踩着高跟鞋莫贝诺，开嗓 Sing along， 别啰嗦什么梦想，想赢就别怕受伤。Keep calm and carry on， 嘴角微微上扬，任性的嚣张。Keep calm and carry on， 打败你易如反掌，有种来 prove me。